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我之前在我的频道上面分享过很多有关于在美国或者是加拿大工作的相关影片，所以一直以来我陆陆续续都有收到很多人询问我有关于申请国外的工作，或者是职场中使用英文的相关问题。那其中有2个问题我真的很常被问到。第一个问题是我未来想要去国外实习或者是工作，虽然我有考过英语的一些检定考试，可是实际上我到底英文要多好才能够比较顺利的通过面试找到工作呢？那第2个问题是可能未来想去外商公司工作，或者是他现在的工作就已经有使用到英文了，书面的沟通、写 email， 甚至是口头报告的时候讲英文都没问题，可是真的要面对面与人用英语对话的时候，就常常觉得卡卡的，也影响到职业发展，怎么办？那针对这2个问题，其实我自己真的非常有感，因为虽然我在北美生活的15年，我人生1半以上的时间都在国外，可是我的母语也不是英文，所以我自己在这方面遇到很多的困难还有挫折，也试过了很多不同的方法让自己去练习增强英语沟通的能力。所以我今天这期影片就想透过回答这2个问题，帮助有需要的朋友。那第一个问题，英语到底要多好才能够比较容易在国外找到工作呢？其实就算在国外，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有很多的因素可能会影响一个工作对英文能力的要求，比如说这个职位本身的工作内容，或者是职位的阶级，以及现在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还有公司本身的业务内容，以及它国际化的程度。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通常都需要面试，所以我想说今天可能可以换一个角度跟大家分享国外常见的面试流程，会比较考验哪方面的英语能力，这样大家就可以比较好发现说我自己应该去加强哪方面的英文，好让自己比较容易通过面试拿到工作。我现在自己本身是在美国一个科技公司担任他们的销售运营分析经理，你也可以理解成商业分析经理，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面试内容可能跟其他的行业或者是其他的职位有所不同，今天主要就是以自己的经验给大家一点参考。那首先你要拿到一个面试之前呢，你通常都要从写履历开始。写履历的时候有3个重点是大家可以去稍微注意一下的。第一个是英语写作的简洁性和说服力。在国外投递履历的时候呢，绝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通常都是写1页履历而已，顶多是2页，通常不会超过2页。等于是你要在很有限的空间里面非常有效并且有说服力的去展示你过去的经验，同时一份工作可能有好几百人好几千人去投递这个履历， HR 通常不会花太多时间去阅读一份履历，所以你应该要去使用一些比较积极或者是说服力的动词，像 developed 或者是 increased等等的英文单字，去更好凸显你的影响力或者是之前工作的表现贡献。那第2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呢，可能就是英文专业术语方面的拼法。很多公司会使用履历筛选系统，先去过滤掉一部分的履历，所以这时候系统就会去看你的履历有没有用到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这个职业要求的专业技能，或者是特定的经验。那这时候你对那些专业术语的拼法就非常重要，不然很有可能不小心就被系统直接刷掉了。最后呢是英文文法的准确性，语法错误多少会给人留下不够专业或是做事不够仔细的印象，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份履历来说，准确无误的语法跟拼法是最基本的要求，考验的不只是你的英语能力，还有你对细节的关注。我个人真心觉得写履历真的是考验不同面向的英语写作能力。我大学是商学院毕业的，我大2有一堂必修课专门在教你写履历，学期的最后依照你的履历去打分。在这整个学期中有学到很多需要注意到的眉眉角角，但是这堂课是我大学4年我觉得修的最值得的一堂课。那接下来呢，如果你投递履历，然后你的履历真的有被选到，你有拿到面试机会，通常第1个流程呢就会是 HR 的 phone screen， 也就是人资打电话给你做一个初步的筛选。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也是有3个地方可以去注意的。第一个是你英语展现出来的礼貌还有专业性，因为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呢，他手上会有你的履历，他会确认履历上的基本资料，还有你过去的经验跟专业技能是不是符合这个职位的需求。所以透过电话展现适当的礼貌还有专业性就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可以从调整英文说话的语调、语速还有流畅度去做加强。那确认完基本的一些资料之后呢，他通常会跟你介绍有关这个公司，还有你申请的这个职位，以及这个职位所在的团队的
更多细节。那这时候就比较考验英语的听力能力，因为通常整个 phone screen 大概就只有30分钟左右，所以不太适合他跟你介绍完之后，你一直重复问他问题，他又要再重复跟你讲一次。通常他也会问一些比较 high level 就比较基本的面试问题，你是否具备这个职位所需要的基本资格。所以英语的口说表达就非常的重要。就像前面讲的，整个过程大概就只有30分钟左右，所以你要有办法简洁清晰的用英文表达你自己的想法，而且准确回答对方的问题。好，那如果你通过了 phone screen 的话，接下来的面试流程就会有 technical interview 或者是 behavioral interview， 有可能这个顺序会调换，但是通常都会有这2个步骤。那如果是 technical interview， 也就是技术面试的话，因为每个职位要求的专业技能不同，所以它的形式也有可能会不太一样。有可能是 take home assignment， 就是给你几个技术上的问题，你可能需要提交一个英文报告或者是 PPT 去做回答。那也有可能是白板或者是电脑编程，测试你的 coding 编程的技能。但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技术面试，面试官在这个过程中呢，都会问你非常多的问题，主要的目的是想要了解你的思考过程以及你解决问题的思路。那这个部分的问题通常问的就会比较深入，而且还会问你很多很多的为什么。比如说这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想用这个方法去解决，这边你为什么会这样写，你觉得还有更好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吗？所以这个部分就非常考验你用结构化还有逻辑性强的英文去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者是想法用简单的方式去表达清楚。同时除了表达你的想法之外，其实这个部分也非常鼓励你跟面试官去做一些提问，因为很多时候他可能问了一个非常大方向的问题，你需要透过更多的提问让自己有获取更多的信息，这样你给他提供的答案才会更正确，也消除他接下来可能会有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疑惑。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技术非常的重要，没有错，可是能够用英文清楚的表达自己的逻辑思维，把复杂的概念简单化，还有精确的提出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呢，就是 behavioral interview， 也就是行为面试。这个部分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评估面试者过去的职场行为表现，所以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像是 Give me an example of a time you face a conflict with your coworker and how did you handle that， 或者是 Tell me about a time you made a mistake at work and how did you deal with that situation。 那在你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面试官可能会去特别留意一些可能出现的 red flags， 比如说你说的东西跟你的履历写的不符合，前后矛盾，或者是你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提供具体的例子，让人家感觉可能经验不足，或者是履历夸大，又或者是你回答的问题中，让人家感觉你对这个公司或者是这个职位其实不够了解，让人家感觉你对这份工作可能没有太大的热情等等的。那这个行为面试总体来说，我自己是觉得非常考验英语的 storytelling skill， 可能可以讲成是英文的叙事能力。为什么会这么觉得？是因为很多人在准备面试的时候，都会上网去搜寻很多 behavioral interview questions， 就是常见的那些行为面试的问题。很多时候，面试者给你提供的回答也都是大同小异。这个时候，可以把同样的概念或者是同样的答案，用好的叙述方式诠释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技能的面试者会非常非常的突出。比如以我自己之前招人的经验来说好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透过这个过程去看一个面试者他的 cultural fit 文化适应性。因为说实话，都面试到可能最后一轮了，剩下的这些面试者他可能学历、背景、能力等等的其实是不相上下的，所以很多时候会透过这个环节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表达应对能力以及他的个人特质。很多时候并不是只是想要在所有的面试者里面挑到一个最厉害的人，而是想要挑到一个最合适的人。所以在你的应对过程中，会去看看你的个人特质是不是能够跟这个公司还有这个团队在未来相处融洽，可以很好的工作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英语的 storytelling skill 很好的话，有办
法把你自己厉害的经历还有技能用更好的方式去表达，面试官就可以更完整的听完你整个答案，而且记住你，同时呢也可以更好的跟你 connect， 有一个情绪情感上的连结。我觉得这个 skill 是可以帮助你面试的过程中真的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英语沟通技巧呢，我觉得刚好也是一开始提到的那2个常见的问题的第2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可能和同事或者是客户写 email 沟通的时候，有时间给你准备报告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英文讲也没有问题。可是实际出差拜访客户，或者是面对面跟同事用英文沟通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跟对方建立关系，拉近距离。可是偏偏这种能够在职场上 chit chat 的能力，真的是职场上一个隐形的助力，可以很好的帮助一个人的职业发展。在毕业后的第1份工作就遇过类似的困难。我当时是在一家财富管理公司工作，会针对一些高收入的客户，在那种高级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举办讲座或者是茶会。通常在那种情况，只要是任何可以提前准备的东西，我都可以表现得非常好，英文讲的完全没问题。比如说像是提前预先准备他们可能会问的问题，或者是专业的一些书面资料，或者是做一个 PPT 的展示等等的。可是这个 event 结束之后，要跟不同年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客户去聊天，拉近关系，真的去做生意销售，我瞬间就感觉我自己英文好像掉了3级。那我后来发现，其实不是我的，比如说文法不够熟悉，或者是单字量准备的不够多，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有3种。第一个是文化的不适应，第2个是自信心不足，第3个是缺乏实战的经验。那文化适应方面，我之前有拍过一个分享如何自然的将英语融入生活中，帮助自己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同时提高自己英语能力的一个影片。有兴趣的朋友，你可以点右上角去看。那关于没有自信心或者是实战经验缺乏的话，说实话我并没有找到任何的捷径，我唯一做的就是进行大量的练习，帮助自己在各种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类型的人沟通的时候都保持一样的自信，还要保持一样的英文沟通流畅度。比如你可以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找找看有没有那种语言交换的活动或者是社群，可以实际的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同时也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你也可以考虑参加一些英文的俱乐部，比如说像是 Toastmaster 这种国际演讲俱乐部的这种组织，可以帮助你提升公共演讲的技巧跟经验，也可以帮助你增进自己的自信心。你也可以利用线上的资源，比如说像是看 YouTube 影片、听 Podcast、download 那些 audiobook， 就是有声书。你可以尝试去模仿母语是英文的人他们说话的语调还有发音，习惯整体英语沟通的一个节奏，提高口说发音的准确性，也可以锻炼整体的听力。那我自己有的时候还会去一些 coffee chat， 就是我会约公司的同事，或者是自己欣赏的 YouTuber， 还有一些就是跟我一样做 sales ops， 就同一个领域的一些人出来，或者是在线上进行 coffee chat。但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平常工作很忙碌，或者是他的环境真的比较难让他找到合适的一些机会。这种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一些线上的平台，或者是1对1的家教。我之前有收过一个邀请 ，Tutor ABC 邀请我去体验他们的剑桥商务英语，我从来都没有上过英语的那种家教，我就非常的好奇，这种专业的课程是不是真的可以有效提升一个人的英语口说能力？所以我就答应他们的邀请。这个课程是由剑桥大学独家授权，提供了60种商务英语的应用情境，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师来进行线上1对1的指导。我在体验的时候还特地邀请我的另一半在旁边旁听，就想看看以一个英语是母语的人他的视角去评估这个课程的实用性。从那一次的体验来看，1对1的家教有2个蛮明显的优势。第一个是它可以帮助你提高你的自信心，外师会透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自己舒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Originally you're from Taiwan? Yeah,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I actually moved to Vancouver when I was 14. And then a few years ago I moved to Seattle for work.
Ah, that's good. Very nice. So do you think you'll stay in Seattle for the long term? It really depends on, like if I get a new job or if anything changes. But like I do enjoy living in Seattle, so that's the current plan at least. 而且会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兴趣还有英语程度去调整教学的内容。那对于那些讲英文比较内向、英语基础需要再加强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机会，建立自己的自信心，同时也提高自己的英文能力。第二个好处呢，是外师可以针对你的英语沟通能力做一个及时的反馈。看到外国人就用这种方式学英文，你觉得怎么样？ I think the biggest thing that I feel like is the most helpful is you can learn grammar on paper, but you don't get that real-time feedback. That's probably the most helpful to actually get you more confident in speaking. 我还发现他们新出了一个蛮有趣的课程，叫做大师讲堂，主要是专注在用小组的形式，大家一起去讨论一个新闻或者是时事。我去的那堂课是讨论 AI 对未来工作的一些影响。整体体验下来，我确实有觉得，如果当初我在出国前有去参加这种课程的经验的话，我刚出国前2年生活可能会轻松一点。这个课程就是让你沉浸在一个真实英语听说的环境当中，模拟跟各式各样的人用英语去聊天，锻炼你及时的英语沟通力还有反应，还可以让你跟上时事。现在 Tutor ABC 有提供免费1堂母语外师的体验课程，同时也可以帮你做英语程度的分析。如果有检定考试备考的需求，他们也有开立专属的备考班。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在影片底下的资讯栏看更多的细节。那以上就是提高英语沟通能力的一些参考，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学英文的方式。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或者是 Instagram 私信我。那今天这期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